如果我告诉你，你手上的钱正在以每天看不见的速度蒸发，你相信吗？全球最顶尖的投资大佬 Ray Dalio 公开警告，不买黄金是战略性失误，而且全世界的央行正在疯狂抢购黄金，创下历史纪录。特朗普一声吼，全球股市抖三抖，162万人的加密货币爆仓，我想大家的心都跟着市场坐了好几趟过山车。但是黄金就像黑夜中的灯塔，不但屹立不倒，还创出历史新高。那黄金突破4300美元，现在回落了一点，未来怎么看？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这么激进，对黄金有什么影响？我现在手上拿着现金，是不是应该全换成黄金避险呢？如果你有这些疑问，恭喜你来对地方了。今天的这条影片，我会把这个可能改变你财富命运的秘密，从头到尾，从内到外，一次全部告诉你。我会告诉你4个可能改变你一生的关键讯息。第一， Ray Dalio 的惊世预言。为什么这个管理1500亿美元的投资大师公开警告，不买黄金是战略性失误？他看到了什么我们看不到的风暴？第二，历史的警告。从1971年尼克森冲击到2008年金融海啸，每一次大崩溃之前，黄金都发出了什么讯号？而现在这些讯号正在再次出现。第三，完美风暴。特朗普的关税战、美联储的降息、全球央行的疯狂购金，这3股力量怎么形成一个巨大的齿轮，把金价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第四，生存指南。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普通人该怎么买？买多少？什么时候买？有哪些致命的风险？你必须知道。如果你想在这场可能是100年一遇的金融变局中，不仅保护好你的资产，还要把握机会大赚一笔，那这支影片你一定要从头看到尾。因为接下来的每1分钟，我会把我30几年的实战经验浓缩成一套你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框架。很多人一听到黄金，第一反应就是一种贵金属而已，又不能生息，买来干嘛？如果你也是这样想，那你就跟大部分人一样，掉入了一个认知的误区。Ray Dalio 说，黄金是最成熟的货币，零配置或者低配都是战略性失误。他指出，大多数人的误区在于把黄金看成金属，而不是最成熟的货币形式。同时，把我们手上的法定货币，例如美金、台币，当作真实货币，而不是欠条。这里有点绕，我用一个比喻大家就懂。你把黄金想象成一栋房子的地基，把我们用的现钞想象成在地基上面盖的楼。这栋楼可以盖得很高很漂亮，可以加很多层，就好像政府和央行可以不断印钞票借贷，让经济表面上看起来很繁荣。但是如果地基不稳，楼盖得越高就越危险。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地基黄金在1971年之后就被美国单方面拆掉了。从那一刻开始，全世界的货币体系就从一个有实物支撑的体系，变成一个完全基于信贷的体系。你手上的每一张钞票，本质上都是政府对你的一张欠条，它的价值完全取决于你对这个政府的信任程度。Ray Dalio 提醒我们，历史上自1750年以来，80%的法定货币最终都消失了，剩下那20%，包括我们熟悉的英镑、美元，都经历了大幅贬值。只要政府有权印钞票，他们就有无限的动力去印钞票，去解决他们的债务问题，去刺激经济。这是人性，也是政治的必然。结果就是你辛辛苦苦存下的钱，购买力就不断被稀释。所以 Ray Dalio 说，黄金跟现金最大的分别就是，黄金是不能够被印刷出来的。这个特性让它在某些特定时候变得无比珍贵。什么时候？就是当市场泡沫爆破，或者国家跟国家之间的信用体系崩塌的时候，例如打仗、贸易战。在这些时候，大家会突然发现，原来手上那些五颜六色的钞票都只是纸，而黄金才是真正可以跨越国界、跨越政权，历经1000年都依然被认可的硬通货。Ray Dalio 甚至说，黄金正在系统性的取代美国国债，成为新一代的无风险资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
过去几十年，全球的央行、主权基金都把美国国债当成最安全的资产。但是现在，当美国政府自己都债台高筑，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的时候，我们还能相信它可以无限期的还钱吗？ Ray Dalio 指出，美国政府的支出比收入高出40%，而且无法真正削减支出。更可怕的是，所预算的债务是收入的6倍，每年光是利息支出就高达1万亿美元，相当于它的预算赤字的一半。这是什么概念？就是美国政府已经陷入了一个债务螺旋，只能透过发行更多债券，以及让美联储印钞票来偿还债务。而且各国央行都悄悄减持美债，增持黄金。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全球央行买入黄金的速度已经创下了历史记录。他们不是傻的，他们是看到我们普通人未必看到的深层次风险。所以，当 Ray Dalio 建议在投资组合里面配置15%的黄金时，他不是叫你去炒金，而是叫你买一份保险，一份对冲法定货币体系崩溃风险、对冲地缘政治风险、对冲极端事件的终极保险。我想讲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为什么黄金在今时今日变得这么重要。它不再是老一辈口中保值那么简单，而是在一个信用泛滥、债务高企的世界里面，一个稳定的锚。搞清楚这个底层逻辑，你才可以理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所有东西。搞清楚了黄金的本质之后，我们来看看在过去几十年的惊涛骇浪之中，黄金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时间拉回到1971年，在那年之前，世界实行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简单来讲，就是美金跟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再跟美金挂钩。当时美国政府承诺，你随时可以拿着35块美金去跟他换1盎司的黄金，这就是所谓的金本位。黄金就是当时全球货币体系的锚。但是到了1971年8月15号，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森突然在电视上宣布，美国撑不住了，要暂停美元兑换黄金，这就是著名的尼克森冲击。这个决定就好像突然把船的锚砍断，整个世界的货币体系就开始在茫茫大海上面漂流。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数据，在尼克森宣布脱钩之后，从1971年到今天2025年10月，金价从43块美金一路狂飙，突破4300美元，甚至触及历史新高4381美元，足足涨了超过100倍。相比之下，标普500同期从大约98点涨到6744点，涨幅大约是69倍。你没听错，在这半个世纪的长跑里面，黄金的回报是跑赢股市的。当然，我不是叫大家单纯看回报，我们作为聪明的投资者，更重要的是看风险。历史这面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看清楚，在每一次危机来临的时候，黄金是怎样发挥它的避险功能。我们看近一点，2008年金融海啸，当时华尔街的百年老店雷曼兄弟倒闭，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股市、房市所有风险资产都在暴跌。在那个时候，美联储为了救市，史无前例的把利率降到0，还推出量化宽松，也就是疯狂印钞票。在这个时候，黄金发生什么事？它的价格从766块美金很快就突破910块，到2011年欧债危机的时候更突破了1900块。历史再一次证明，当大家对传统金融体系、对政府的货币失去信心的时候，资金就会涌向黄金，就好像一艘船在沉的时候，大家都会去抢救生艇一样。黄金就是金融世界里面的救生艇。这个故事在之后不断重复。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大爆发，经济停摆，黄金涨到接近2075美元。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地缘政治风险急升，黄金再次突破2000美元。到了2025年，情况更加激烈，特朗普的关税战、美联储的降息周期、全球央行的疯狂购金，这3股力量合力把金价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就在10月中，黄金一举突破4300美元大关，甚至触及4381美元的历史新高。
历史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每一次的金融危机都是一次对法定货币的不信任投票，同时也是对黄金的信任投票。现在当我们看到金价再次创出历史新高，其实就是历史这面镜再次发出的一个强烈警号，它告诉我们，水面之下可能正酝酿着一场更大的风暴。现在推动金价不断向上冲的力量错综复杂，但是归根究底，我认为有3驾马车在拉动金价。第一驾马车，特朗普，无论你喜不喜欢他，你都不可以否认，特朗普是现在全球市场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他的政策就好像一个盲盒，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开出什么，而市场最讨厌的就是不确定性。特朗普最拿手的武器是什么？就是关税。他的逻辑很简单，就是美国优先，用关税作为谈判的筹码来拿点好处。4月2日向全球多个国家征收大额关税，全球股市也应声下跌。然后10月10日，中国的商品加征高达100%的关税，并威胁将对关键软体实施出口管制。虽然他在10月19日接受访问时说100%关税不可长期持续，但短期可以维持。这种不确定性却是市场不喜欢的。而且特朗普的争议性已经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地步。就在最近，全美爆发了超过2700场反对国王抗议活动，超过700万人走上街头。这个规模是美国历史上罕见的。当一个国家有700万人上街反对你的时候，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政治分歧，而是社会的深层撕裂。这种撕裂对市场来讲是不想看到的。因为当一个国家内部都搞不定，你怎么期望它可以稳定的领导全球经济？在这种情况下，资金会去哪里？股市、房市肯定不会，资金会像受惊的羊群一样涌向最安全的地方，而黄金就是他们的首选。我们可以看看，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美国政府关门了1个月，当时金价就涨了超过7%。历史数据告诉我们，特朗普的混乱往往就是黄金的机会。第二驾马车，美联储。如果说特朗普是外部的冲击，那美联储就是内部的推手。大家要记住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原则，黄金价格的走势跟实际利率通常是负相关的。什么叫实际利率？简单来讲，就是银行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当实际利率很高的时候，你把钱放在银行收息，回报很不错，那你自然就不会想去买黄金这些不会升息的资产。但是如果实际利率很低，甚至是负数，也就是你把钱放在银行，算上通胀，其实是在亏钱，那你就会想办法把钱换成可以保值的资产，黄金就是其中一个最好的选择。那现在美联储在做什么？在2025年9月已经开始了降息周期，降息1码，而且市场普遍预期在10月底还会再降1码，年底前总共还有2次降息。在2020年的降息周期里，黄金就涨了超过40%，所以美联储降息为黄金增加动力，让它继续涨下去。第三驾马车，全球央行与地缘政治。这第三驾马车，我认为是最重要，也是最容易被普通投资者忽略的，就是我们之前提过的全球央行的购金潮。这不是一个短期行为，而是一个结构性的转变。过去几十年，世界是美元霸权，大家做生意、储备资产都用美金。但是现在越来越多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开始觉得不对劲。他们发现把所有鸡蛋放在美金这个篮子里面，风险太高。美国可以随时印钞票稀释你的财富，又可以随时利用美元霸权来制裁你，就好像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给一个不是那么信得过的人保管一样。于是他们就开始去美元化，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举动就是减持美国国债，增持黄金。我们看具体的数据，中国现在的黄金储备已经超过2000公吨，俄罗斯黄金储备占比已经超过34%，是全球最高之一。波兰、土耳其、印度成为主要买家，这是一个很慢但是很坚定的趋势。他们买黄金不是为了短期炒作，而是为了国家的长远金融安全。这股力量为黄金提供了一个非常坚实的长期底部支撑。讲到这里，
我想大家会发现，现在的局面真的很复杂。特朗普的政策变幻莫测，美联储的利率路径充满变数，全球地缘政治的博弈暗流汹涌。大家看到了吗？这三驾马车不是各自为政，而是形成了一个完美风暴。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推高了地缘政治风险，地缘政治风险又逼美联储降息来救市，美联储降息又让美元贬值，进一步推高黄金。这三股力量就好像三个齿轮互相咬合，一个转，其他两个就跟着转，最后的结果就是把黄金这架车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好，讲完宏观大局，我们就要落地讲最实际的问题，我们普通人到底应该怎么部署黄金？我知道当大家看到金价天天涨，新闻天天报的时候，心里一定会很痒很怕，这种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是越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越要冷静，记住要长期安心，超级盈利。我们不是要去赌博，我们是要做一个聪明的资产配置者。所以关于黄金的部署，我不会给一个单一的买或者不买的答案，我会根据你不同的情况，给你一个清晰可执行的行动指南。第一种情况，你是一个投资新手，手上完全没有黄金，对于这部分朋友，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千万不要心急，千万不要一次 all in。现在金价已经在历史高位，短期回调的风险非常高，你一下子全部投入，就好像在珠穆朗玛峰的8000米开始爬，很容易会有高山反应。我们要怎么做？首先，明确你的配置比例。我非常认同 Ray Dalio 的观点，黄金在你的投资组合里面应该扮演一个保险的角色。一般来讲，我建议把你总投资资产的5%到15%配置到黄金，这个比例可以有效对冲我们之前讲的各种风险，但又不会过分拖累你组合的整体回报。其次，怎么买？你可以把你打算投资黄金的资金分成6份、12份甚至24份，每个月定时定额的买入。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拉平你的平均成本，无论金价短期是涨还是跌，你都不会买在最贵的位置。这个方法最适合我们这些不是天天看盘的普通投资者。最后，买什么好？黄金的投资方式有很多种，实物黄金、黄金 ETF、黄金期货等等。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讲，我最推荐的是黄金 ETF。例如，在美股市场有大型的黄金 ETF， 买卖方便，流通性高，管理费又低，就好像你买卖一只普通股票那么简单，你不需要担心储存保安的问题。当然，如果你是超级富豪，想买些金条放在保险箱，当做传家之宝，那另当别论。第二种情况，你手上已经有黄金，对于这部分朋友，首先要恭喜你，你的决定已经证明是非常明智。现在你需要做的不是去猜顶，而是重新审视你的配置比例，算一算你手上的黄金占你总投资资产的几%，如果是在15%甚至20%以下是合理范围。记住，黄金是你的保险，你不会因为保险涨价了就立刻卖掉它吧？只要我们之前讲的三驾马车的逻辑没改变，黄金的长期涨势就没结束。当然，如果你当初买入的成本很低，现在黄金在你组合的占比已经过高，例如到了30%以上，那你可以考虑分阶段部分的获利了结，把利润转移到其他被低估的资产上面，维持一个健康的资产配置比例。但是我强调，千万不要因为短期涨得多就把黄金仓位清零，这绝对是一个战略性的失误。我知道市场上有很多人会利用高杠杆的工具，例如期货，去赌黄金的短期波动。我想说的是，这是一个极高风险的游戏，九死一生。每一次的强劲上涨之后，都必然会跟随着剧烈的回调。你看看最近金价一天可以上下几百块，这种波动不是普通人的心脏可以承受得了。如果你把投资当成去赌场，很大机会你会成为那95%输钱的散户。我们的目标是去赚那95%散户输掉的冤枉钱，而不是成为他们其中一员。还有风险，投资黄金绝对不是稳赚不赔。第一，价格波动风险，金价短期可以非常波动，如果你心理素质不好，很容易会在低位停损出场。
第二，时机风险，在历史高位买入，你可能需要做很久才可以看到回报。第三，机会成本，你买黄金的钱就不能买股票，如果股市大涨，你可能会觉得自己赚少了，所以资产配置才这么重要。第四，宏观转向风险，如果特朗普突然转性，跟全世界做朋友，或者美联储突然说要疯狂升息，那金价就很可能会大跌。虽然我认为这些可能性很低，但是作为投资者，我们一定要有这个风险意识。总结一句，投资黄金要用资产配置的思维，把它当成你投资组合的压舱石，而不是一夜暴富的彩票，这样你才可以真正做到长期安心。好，今天我们用了很长时间跟大家把黄金这个课题从宏观到微观，从历史到现实做了一个非常深入的拆解。我希望大家学完今天这一课，不只是知道金价为什么会涨，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关于黄金的投资框架。如果大家想要学习更多投资财商知识，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 GMT。在 GMT 里，我们从来不会只是简单的告诉你买这个股票卖那个股票，我们更注重的是每周通过指导真正提升你的投资能力。我们教的是钓鱼的方法，而不是只给你鱼，让你学会自己判断什么时候是被市场错杀被看漏的机会，什么时候应该果断出手。我主要负责中概股和港股的分析， Rich 就专注看美股。这样的分工让我们能够涵盖价值投资和动能趋势投资这两种不同的投资风格，帮助同学避开股灾，提升投资绩效，也不断的捕捉到倍升股甚至多只10倍股。GMT 会员计划的详情我就放在下方的资讯栏里了。相信我，今天你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将会是你未来10年比买黄金赚的更多的一笔投资。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那你就可以第一时间得到我们上传视频的通知了。我们会把复杂的经济和投资理论通过实事来简单的讲给你听，也请你把今天视频分享给你身边关心投资的朋友。我们下条影片再见。